我不同意，四儿不能嫁进燕王府。这说的什么话呀，大哥？莫不是你高兴过了头，犯起糊涂来了？我清醒得很，只是这门亲事它不能结呀。那你倒是告诉我，为什么不能结啊？这皇宫内院勾心斗角，怎么能让四儿去呢？我看你自己把自己给吓着了吧？是啊，赏花呀，那日燕王可把所有的玫瑰都给了四丫头，真心可见。有燕王护着，她的日子不会差。你们不懂。反正是这门亲事它不能应。哎，这可是有圣旨的，板上钉钉的事情啦。这凡事姻缘，总得讲个父母媒妁。老大，你过来，过来！我看你这么多年在院里闲散惯了，你根本不知道外面的天高地厚。娘，嫁谁都可以，燕王不行。为什么呀？这个孩子挺好的呀。哎，他来我们府上的时候，你不是也连连称赞的吗？那是因为之前我不知道他的身份。那知道了又怎么样？我跟你们说不通，大哥，你回来！大哥，哎，母亲，莫生气。大哥，他一直很心疼自己的女儿，只是一时无法面对分离罢了。女大当嫁，他会想明白的。但愿如此。谁家不心疼自己的孩子？可是老大今天的举止，完全跟以前不一样啊！他怎么了？郡主，吃一口您最爱的糕点吧。郡主，您吃一口吧。您如果饿出个好歹来，长公主殿下非杀了我们不可。郡主，说我不吃，我说了我不吃啊！你们都下去吧。烫着没有？你不是说答应我了？为什么赐婚的是姜四，不是我啊？好了好了好了，那姜四他德不配位，那一纸赐婚，就是一道催命符。催命符什么意思啊？从小到大，我答应你的事儿，哪一件落空了？四儿啊，是爹对不住你。爹若是早些给你找个寻常人家，你便不会掉入皇室那个大火坑里。爹，哪有您说的那么可怕呀？燕王妃怎么会落到你的头上？定然是燕王那个小子在背后搞的鬼。我这就去找他算账去。爹，您现在要找他算账，世人可都该猜疑了。猜疑女儿跟燕王之间是不是早有私情？爹，您先别急。其实，燕王是个好人，而且女儿心甚悦之。四儿啊，你年少无知，这好人不代表就可以托付终身呐。更何况他也不是什么老实人，否则的话，怎会连咱们一块儿都哄骗了呀？也不是哄骗，其实他的身份，女儿早都知道了。他不是有苦衷吗？而且女儿觉得燕王的人品德行是可以托付终身的。这日子总归是要靠人过出来的嘛。四儿，你当真觉着燕王他不会负你？他可是皇子啊！他若是喜欢上的别的女人，你到时候就是再哭闹也没有用，连个和离的机会都没有啊！那您看，现在赐婚的圣旨都已经下来了，女儿即便不愿意，那还能怎么样？那便抱病，到时候我
悄悄地把你送出城外，你就是成亲也好，游山玩水也罢，总之活得逍遥自在才是最重要的呀。女儿可不愿意一辈子都藏头缩尾的，女儿只想做自己，只想做咱们东平伯府的四姑娘。爹，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可怕啊！燕王殿下，不，咱们王府什么时候能招几个丫鬟啊？主要是王府比枣树巷院子大太多了，这龙大爷一个人有点干不过来啊。那等王妃嫁过来，你不就都有了吗？哎，我这平时战场上握剑杀敌的手，如今却在这擦栏杆。你说这皇家的婚礼，规矩又多，又繁琐，我这四儿不会被累坏吧？猴儿，您对江姑娘可真体贴。婚房啊，鹅梨帐中香，四儿喜欢，得多备一点。还有这院子里面的陈设啊，都得按照她的喜好重新的布置一下。啊，对了，海棠树，她喜欢，院子里面得多种一点。好，好，好。这我到时候跟四儿要是有了孩子，男孩就叫要是生了女孩就叫什么？男孩叫什么？哎，女孩叫什么呀？我没听清头。行。阿珂，伊儿出嫁的时候，我来告诉过你。前些日子，伊儿回了娘家，我没敢跟你说。不过她过得很好，你别担心。如今，咱们的四儿也要出阁了，你干嘛非要起来呀？没事儿，我就是想再起来看看，再看看你，安成。你是不是觉得我现在不漂亮了？阿珂，在我的心里，你永远都是最美的。就你会哄我。当然了，我不哄你，我去哄谁呀？啊？安成，你是我心里最重要的人。我从来没有后悔嫁给你过。以后呀，你要照顾好孩子们，不要让他们受委屈了。阿珂，你别乱想，你会好起来的。只要你在，孩子们一定会好好的。爹有一些难言之隐无法告知于你，这也是爹为何不愿你嫁入皇室的原因。阿珂，保佑四儿，千万不要出事。
姑娘，姑娘，你没事吧？姑娘，你怎么咳血了？姑娘，来人啊！让你醒醒，来人！咳血？昨晚为何不立刻告诉我呀？昨夜姑娘只说好困，想着睡一觉便没事了，谁知一直睡到了晌午，后来便怎么叫都叫不醒了。那还不赶紧去请郎中？婢子已经去请过了。那怎么能咳血呢？他是不是吃了什么、喝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？你快想想。喝姜汤，姑娘喝了二夫人送来的姜汤。伯爷，母亲，听说四姑娘病了，母亲过来看看，请大夫了吗？二夫人不要在这里充好人了。姑娘昨夜就是喝了你送来的姜汤，才咳血不止。要不是阿瞒忘了洗这汤盏，怕是连罪证都没有了。确实有此事。你说话呀！姜汤又怎么了？你们怎么冤枉好人呀？母亲，昨天呀，是我屋里的婆子不小心泼了四儿一身水，怕她着凉，所以我特意送来一碗姜汤驱寒的。这姜汤怎么了？李妈妈，你干什么呀？这李嬷嬷先前欺人最是嚣张，从不把姑娘放在眼里，如今倒是转了性，还差人送来沐浴的热水。哪里是转性啊？以前分明就是仗势欺人。不过，咱们现在成了王妃，亮太不敢再欺负咱们。姑娘今夜闻的可又是鹅梨帐中香？梨汁融入沉香，这种香气清甜悠远，最适合夜间入梦。四儿，休息了吗？去看看。二夫人，二婶这么晚来，有什么事吗？我来给你送一碗姜汤。刚才呀，我看他神色不对，问了半天他才承认。哎，但是李嬷嬷她也不是故意的，这姜汤是我亲手熬的，你趁热喝了它，去寒气，别落着病了。既然是二婶的心意，那今日便收下吧。阿瞒，不过以后就实在不必劳烦二婶了。哎呀，四儿，我知道，之前呢，是二婶猪油蒙了心，做了很多对不住你的事情。那未来咱们伯府还得仰仗着你呀，咱们大房二房得和睦相处。你下了什么毒？我下了什么毒啊？不承认是吧？等一会儿郎中来了，一验便知。你们简直就是冤枉好人！不用验了，你不是说这碗里有毒吗？那我把它喝掉，一验便是。这战儿一时情急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母亲，媳妇儿行差踏错，确实是得罪了不少人。可是我做的这一切，也都是为了东平伯府啊！你瞧瞧，现在连一个小丫鬟，都可以信口雌黄，污蔑我说我要毒害我的亲侄女。母亲，媳妇儿实在是没有颜面再在东平伯府待下去了。请母亲处置。哎呀，行了，起来吧，起来。我说你这个丫头啊，真是着实的不像话，红口白牙的叛污主家。来人，把她拉出去，送进柴房，勒上她1天1夜，得让她知道什么叫祸从口出。宗母，我还要照顾姑娘。死丫头，这哪有你说话的份儿？走。宗母，阿瞒也是一时心急才口出狂言，妹妹还在病着，需要阿瞒照顾啊。是啊，母亲，还是让阿瞒留下来照顾四儿吧。咱们这么大的东平伯府，难道找一个贴身的丫鬟照顾四姑娘都找不到吗？说不定啊，就是阿瞒这丫头给四姑娘吃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，才把四丫头害成现在的样子呢。难道我今天处置一个丫鬟，
还要得到你们父子的允许吗？没病为何会吐血？为何睡不醒啊？对呀，又是吐血，又是昏睡。老大，会不会和当年苏轼得的那……不会的。哦，对了，徐郎中啊，当年我记得也是你给苏轼看的。哎呀，这么一说，确实颇为相似。伯夫人生产后也是咳血昏睡，病势急转直下，前后不过数日，便心力衰竭而亡。老夫也是翻遍了所有的医书，查不出病因。伯爷，你也是将这临安大大小小的名医请了个遍，皆是束手无策呀！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四儿怎么会得了跟他母亲一样的病症啊？老夫无能，先告退了。徐大夫，这边请。哎呦，这会不会是从娘胎里带出来的？不可能！若真是从娘胎里带出来，那战儿和伊儿他们怎么没事儿啊？哦，是啊，四姑娘啊，身体一向强壮，这次一定是那个阿蛮姑娘没有照顾好。咱们这样，我们移步到前厅，好好商量一下怎么给她医治，别在这惊扰她了。这样啊，哎呦，这孩子，李嬷嬷，赶紧去看着，可别再出了什么岔子。是，夫人。什么？吐血了？那阿蛮呢？被祖母纠个错，做柴房了。那什么，我先去找云兄，你自己先过去啊。哦，咱是不是有点买多了呀？这么重要的事儿让我委屈他呀，那可不行。明白。江兄，怎么不进去啊？兄，不好了，出事儿了！出什么事儿了？我妹妹的昏迷不醒。哎，等。怎么样？好点吗？这么烫，一会儿冷一会儿热的，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来人，有没有人啊？到底是乡下来的？这伯府的人都死光了吗？一个人都没有。姑娘，这里是伯府，讲规矩的。不是外面那些市井商铺，不好这般大呼小叫。四姑娘还病着呢，说什么死不死的？你还知道四姑娘病着？她病着，你们在她院子里吃吃喝喝，说说笑笑，这难道就是你们伯府的规矩吗？不是你让我们别进四姑娘的身，还说是二公子吩咐的。你这样尽心的给四姑娘侍疾，是不是二公子许了你什么呀？我们二公子风流惯了。你可别到时候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你马上去打盆热水，你去取些冰块来，还有你，马上让伯爷进宫去请太医来。若不照办，下次我手里的刀可不长眼。怎么了？江湛没跟我说清楚啊。说是和他娘患了一样的怪病，无缘无故的吐血、昏睡，然后慢慢心力衰竭。我要去请太医，你盯着他。等等，伯爷刚刚送走太医，我见他们也尽是些用意，把了脉都说治不了，连药也不开一副。我知道你只想护家人周全，过平凡的日子，但是我只有站稳了，我才能护你的周全。
你上次不是说了你要保护我，要护我周全吗？我还以为我这辈子都再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了？这是？你前几日不还好好的吗？蛇阴草。你是说你中了蛇阴草的毒？蛇阴草能治好你？蛇阴草，世人只知道蛇阴草有剧毒，却不知道蛇阴草还可以解百毒。等我，等我。一言难诉，此生殊途。世间沉浮，愿有所属。夫复何求？为你驻足，而我决定不顾。提笔为你几字成书，斑驳了命数，终有归宿。愿长相守，将你拥入。恍然若梦，只在花落处。再回首，一幕幕事难解难诉，只为守护对你的眷顾。似尘土与朝露，日出已入骨，一生奢求只与你共赴。再回首，一幕幕事难解难诉，只为守护对你的眷顾。似尘土与朝露，日出已入骨，一生奢求只与你共赴。殿下，郡主胃口大好，送去的饭菜都用了。
殿下还有一事。东平伯府请遍了城中的大夫，仍解不了姜氏的毒。应是时日无多，殿下很快就能听到好消息了。大伙儿都担心你呢，我先出去告诉他们一声。先别去，我应该不是生病，估计是被人下毒了。那你怀疑是谁？我怀疑是萧氏，他先是差人泼了我一身水，后又送来了沐浴之物，最后再送上一碗能自证清白的姜汤。这怎么看都不像是巧合，像是个连环计。那你是想开始装病，然后等他露出马脚？天已经亮了，咱们就演一出请君入瓮。殿下，真有法子能救四儿的命啊！我之前确实见过相同的病症，可以。伯爷留步！弟妹，又有何事啊？伯爷，我知道你救女心切，可是王爷他是外男，进女儿的闺房，这不合适。这已有婚配的夫婿怎会是外人？救人要紧，无妨无妨。殿下，随我来。不然，真让他去看四姑娘的病？你看他俩急不如飞的，我能拦得住吗？再多问就该生疑了。如何呀？从脉象上看，跟我当年所见之病人一致，时缓时急，耳后颅溪血有气血瘀滞，症状相同。父亲，父亲，四儿怎么样了？别着急，殿下正在给四儿诊脉。他曾在南吴见过患相同病症之人。可是与母亲当年一样的怪病。确实是那个病，患者会在昏睡中死去，而且他还会时而体热，时而体寒。对，四儿昨日便是此等症状，一会儿寒热，一会儿较冷。殿下可有医治四儿的法子呀？伯父放心，当年的方子我还留着。太好了，四儿有救了，父亲。好啊，多谢殿下。阿朱，你现在去找一些吸汗的帕子来。殿下，我们该怎么办？你来的正好，我跟你们一起说，都记一下。他这个病症十分的凶猛，用药很是讲究，时辰、火候、顺序一样都不能错。要想让下毒的人钻进这个圈套，这个药方就一定要开得复杂一些。二婶的心思缜密，如果不是弯弯绕绕的，他很轻易就能识破。所以我想，此计至少要分上3步。这是第一副固本，用武火煎1个时辰；第二副清热，用文火煎2个时辰；第3副药也是最为重要的解毒，用清晨的露水为药引，先用武火煎1个半时辰，再用文火煎1个时辰。夫人，毒蛇5步之内还有解毒草呢，莫不是王爷真是瞎猫碰到了死耗子？莫非这么巧吗？切莫心急乱了方寸。你派人去海棠居盯紧些，瞧他们是真的在煎药，还是在故弄玄虚。这药真能治四儿的病吗？放心吧，别人我不信，但是七哥我信得过。妹妹手动了。这个贱人居然命这么大，难道这个于妻真的有治疗之方？夫人莫慌，最紧要的是最后那一副药，我们还有机会。哦，对了，跟你们得说一下，第3副方子里面有一味药是我从南吴带回来的，临安根本就买不到。若是出了什么岔子，之前的可就都白熬了。好，放心，这么多人，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呢，不会出岔子。人在，药在。这炉火煎的不是药，而是人心。这药已经煎到第2副了，没有时间犹豫了。只要我们毁了那第3副药，就算是大罗神仙来了，也救不了那丫头。
到时候伯父还是您说了算。老太太房间新来那个丫头方琴，可是你外甥女。方琴是个胆小的，我怕。怕什么怕？现在都什么时候还怕？下水时辰，待那药煎到一半时，让方琴去。是。咱是不是睡着了？你不是说好了要……这些都是你接的。嗯。姑娘，阿满，你回来了。我家姑娘如何了？殿下，我们姑娘如何了？不急。大姑娘还是没醒。老弟三副，开始吧。请君入瓮的最后一步，就是要制造机会，而你的离开，就是给对方机会。大姑娘。老夫人说，大家熬了一夜都辛苦了，特意让婢子来送些糕点充饥。多谢，给我吧。燕王和二公子是在屋里吧？我给他们送进去。不用了，给我就行。燕王有事回府了，替我们谢谢祖母。大姑娘记得吃啊。嗯。夫人，如何？方琴去海棠居探了，于气已经有事离开了。太好了，我们的机会来了。找几个信得过的护院，同我一同去海棠居。夫人，方琴来报信，说是老夫人昨夜没睡好，今日再补觉，不许任何人打扰。老爷、伯爷也都有事出门了。你们两个在这守着，不许任何人进。若有人问，就说遭贼了。是。搜。是。二夫人，这是四姑娘的院子，您带这么多人来干什么？哟，什么时候我做什么事情，还得向你禀报了啊？是这样的，阿满姑娘，我呀丢了一个鎏金的镯子。府里上下都找遍了，就差海棠居了。我过来看看，找一找，行吗？上。都吵什么？二婶，妹妹现在在生病，你带这么多人闯进来不合适吧？待妹妹苏醒康复，我亲自陪二婶走。是这样的，二婶丢的呀，是一个祖传的金镯子。是我母亲给我的陪嫁，是我母亲的母亲，我母亲的外祖母，我外祖母的母亲，哎，总之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你说，若是在我手里丢了，那可如何是好啊？咱们伯府这么大，人又杂，万一哪个下人手脚不干净，把它拿走了，拿到府外卖了，那我这辈子都找不到了。你放心，我让他们轻一点，不会打扰你妹妹。小声点，搜。不许动！我看谁敢动！你干什么？干什么？我动手啊！二婶！哎呦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我们姑娘的药！哎呦，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呢你？你看，太不小心了！二婶你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是他。二婶，
你当真不是故意的吗？难怪我今天起晚了，你竟敢给我下药！这府里上上下下还有谁是你不敢害的啊？母亲，你可不能听那姜四片面之言呀！祖母，幸亏燕王及时发现二婶的阴谋，这才把药物换成了安眠香。那绝对不是什么药品，那只是助眠用的安神汤。你真以为让祖母多睡一会儿，你就能神不知鬼不觉地把我的药倒了吗？你先让我昏睡，又毁了侄女的救命之药，这人证物证都在，你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母亲，姜四他好端端地坐在这里，什么救命之药，这是无稽之谈呐！是啊，母亲，大家也都看到了，四丫头病完全好了，什么事情都没有。你二婶也是无心之失啊。二叔，打着找东西的幌子，带人去海棠居毁药，差点害了我妹妹的性命，您还说是无心之失？方琦，你给我送的是药还是汤？老夫人明鉴，给我几个担子，我也不敢给您下药啊！是谁指使你的？说啊！说呀！是下药，姨母，您就算杀了我，我也不敢啊！你若不从，我教不了差事小，我们今后想在伯府立足可就难了。可是现在是二夫人掌家，你可要给自己留条后路。可万一此事被人发现，怕什么？等老太太醒过来，四姑娘院子里的事儿了了，谁能知道？谁又敢多嘴？总之，这做与不做，你掂量清楚。你看我干什么？母亲，这个死丫头，她也不是什么好东西。她明明知道方琴要下药，她还将计就计，她还装病，蒙骗所有人。将计就计，二婶您是承认自己用计了？来人，把他们两个都拉下去，各打20大板。老夫人，冤枉啊！老夫人，老夫人，阿姨，四儿，你胆子也太大了，拿自己的身体做局，你让府里上上下下不得安宁。不说别人，就说你父亲，日夜难安。是孙女思虑不周，让您和父亲担心了。我被燕王救醒之后，意识到是被人下了毒，这才继续装病。下毒？你不是生病，是中毒了。没错，给我下毒的人就是二婶儿。阿珂是怎么死的？阿珂与四儿的病症一模一样，如今害我四儿，当年是不是也如此这般害的阿珂？什么？爹，什么意思啊？大哥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呀？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伯爷说的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苏可是怎么死的。母亲，我真的不知道。是你下毒，害死的我母亲，是不是你干的？你说实话呀！你好舌的好，是苏克自己命短，他人已经死了这么多年了。你们账房集体嫁祸于我，你们说我下毒，好，拿出证据来。爹，我患病前夜，你先是差人泼了我一身水，后又送来了沐浴之物，接着再给了我一碗并无毒的姜汤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毒是被你下在木汤里了。四丫头，你说的头头是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不管是过往还是当下，你们说我下毒，拿出证据来。你听没听说过有一种花，深红色的花瓣，花瓣上有黄色的粉末，溶在水里之后，会泡出一碗非常养颜的汤。我没听过。你没听过？
在我沐浴之前，二婶不就给我泡的是这样的花瓣水吗？这么好养颜的水，我今天也泡了一碗。你让二婶好好试试吧。夫人，二婶怎么这么害怕呀？这不过就是清水泡了一些花瓣罢了。莫非二婶真的知道，此花就是那个剧毒？想不到二夫人竟然如此狠毒。若当初我与她多争一分，恐怕下场比那苏柯还要惨。姨娘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先回去吧。走。母亲，母亲，我为这个家操劳半生，他们厂房泼我脏水。祖母，此事涉及我生母死因真相，这个家要是没人管，那孙女这就上报公堂。咱们找到证据，把此事彻查到底。不能！给我起来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不说实话？你赶快如实招来！难道真要对簿公堂吗？你敢打我？我打你怎么了？若不是因为你，我怎么可能一步错步步错呢？这毒真是你下的呀！阿奎与你无冤无仇，你为何对他下此毒手啊？辗转多少千万丈的红尘，腥风徐来，几真心也敢爱敢恨。问朝夕可曾见微光落地声？